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大家看陈师傅挖的鱼塘怎么样？东家说挖了跟没挖一样，所以我就给东家想了一个办法，干脆把这个堤坝挖了，然后建一条挡土墙，建了这条挡土墙，再到对面也建一条挡土墙。本来东家只要简简单单清个淤泥的鱼塘，在陈师傅的建议下就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工程。接下来就让大家看一下陈师傅是怎么一步一步给东家上课的。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只开那挖机。接上一个视频，我给东家挖了一天的鱼塘，结果挖了跟没挖一样，所以我就建议东家把这条堤坝挖掉，然后在这里建个挡土墙。正当我在挖堤坝的时候，来了一个邻居，他叫我别挖了，然后跟东家说叫东家别听我的，他说挡土墙绝对会漏水。这个时候东家就有一点犹豫不决了。正当我以为这件事情凉凉了的时候，还好来了一位穿黑服的大哥，他就跟东家说，你石头都已经拉回来了，难道你就不砌了吗？黑服大哥是专业砌挡土墙的，他跟东家说他有办法，就是把挡土墙建好后，在挡土墙里面填几米宽的泥巴，这样就绝对不会漏水了。哎，这个大哥真的来的是及时啊，差一点就陈师傅又要把挖机拖回家晒太阳了。还好有这个穿黑衣服的大哥给东家做了工作。我们把这个挡土墙地基挖好之后，接下来就是要挖石头把这条沟填满。东家本来是想把这条挡土墙包给我，但我是绝对不敢再包挡土墙了，每次包都是亏，再这样下去挖机都会亏掉。所以我就跟东家说我只做小石的，东家说可以，他就问我要叫几个石匠师傅配合我挖机才有效率，我跟他说3个就行了，加上东家自己也可以帮点忙，就有4个人。这20多方石头应该2-3天就可以把它砌好。因为工人要明天才能来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条沟挖好，然后填满了石头。第2天一来，果然东家叫了3位大爷。看到这3位大爷，我就知道这个活不简单了。我还好没有包，不管他们怎么磨，我反正是做小石的，没有一点压力。住在挖机里面，舒舒服服的配合他们磨洋工。首先，东家说要在这里做一个鱼塘的放水口，他搞了几根水泥管埋在这里，然后在昨天盘好的石头上面放一层水泥砂浆。接下来就是一个一个的把石头挖过去。你们看，陈师傅能够一次挖3个石头的，我绝对不会挖2个。他们这4个人完全就跟不上我的节奏。正当我以为可以休息了的时候，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又来了，那就是又用铁链吊石头。不管是大石头还是小石头，就算石头在脚下，都要这样一个一个的吊上去。反正他们4个人就是不拔石头了。没石头吊的时候，我就在这里玩，我实在是找不到我该做什么事情了。等大爷把这个石头敲好面之后，我又这样配合他把石头吊上去。石墙的2边都没有土，又这么窄，这样的挡土墙我还是第一次砌。在砌的过程中，我都很担心会垮掉。别看这3个大爷年纪有点大，不得不说这个效率还是有的。差不多1天的功夫也被他们砌了10来方。又到了下午吃水果的时候，东家拿了几个香蕉过来，我看大爷他们都不吃，所以我就一个人吃了。又准备干活的时候，我的第3个徒弟来了，嘿嘿，没想到他给我拿了一个这么大的橙子来。徒弟，你来干什么？给你送橙子来了，专门给你送橙子来了。给我送橙子啊！接着，来，咚！然后掉到泥巴里面，我告诉你啊，咚！这么大的橙子啊！对啊，可以吧？可以啊，A 图啊，A 图呢？ 没错。你就好好看，好好学啊！在哪里看？在这里看。你坐挖机上面也可以啊，你坐下面也可以啊，随你啊。到下面去吧。好，要的。嘿，有徒弟就是好，经常给我送吃的。每天不是这个徒弟来，就是那个徒弟来。挖机没学会，都只学会了打黄油。照这样学下去，不知道他们要学到猴年马月去。我们把这条挡土墙砌好之后，就需要挖泥巴，把这个挡土墙的里面填宽一点。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挡土墙的缝全部堵住，这样水就不会漏出去。既处理掉了鱼塘里面一部分的泥巴，以后又可以在这个上面种鱼草，可谓是一举三得。你们看，这条挡土墙砌好之后，鱼塘还是那个鱼塘，这里面有这么多的淤泥，还是养不了鱼啊。所以我就又给东家想了一个办法，干脆到这里还建一条挡土墙，把房子的前面这条挡土墙建起来，里面就可以填很多很多泥巴，这样就可以把鱼塘里面的泥巴消化掉。所以东家又采纳了我的意见，这一次我们就搞2台挖机过来磨，搞错了，应该是搞2台挖机过来挖，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大家收看下一集。在挖鱼塘这一块，我陈师傅谁都不服，我只服我自己。2台挖机加起来干了18天，还能够结到账的，你们说还有谁？哦，陈师傅开挖机只开那挖机。接上一个视频，我们把这条挡土墙砌好之后，发现这个淤泥还是没有地方堆，所以我就又给东家想了一个办法，干脆在他的房子前面还建一条挡土墙，这样挡土墙的里面又可以堆很多淤泥。东家想着都已经搞到这个份上了，要是不搞了的话，前面的花费就白花了，所以他心一横，又听了我的建议。为了挖这个鱼塘，他真的是豁出去了。这一次我就给东家做了一个保证，只要把门前这个挡土墙建起来，我就可以把鱼塘里面的淤泥全部填到挡土墙的里面，既把鱼塘的淤泥处理掉了，房子的前面还可以做个停车坪，可谓是一举两得。我怕东家反悔，本来现在已经是5点钟了，要下班了，我担心东家睡一觉起来改变主意，所以我决定今天加班加点也要帮他把挡土墙的地基挖出来，然后再填满石头，这样他就不可能反悔了。因为这个淤泥实在是太稀了，挡土墙地基不能挖太长，不然这些淤泥又会慢慢的流回来，所以我每挖2-3米就用石头把这里填满，这样就可以挡住淤泥不流回来。本来我是想一次性要东家把这条挡土墙建起来，但是东家看我挖了2-3米宽的地基之后，他说陈师傅啊，要不先建一半，如果一次性建好，这条挡土墙估计至少要10个 W， 要养多少年鱼才能够回本。我看东家也说得对，那我们就先建一半试试。我连续挖到晚上9点多钟，我也吃不消了，就下班了，第2天来继续挖。没想到这个泥巴又流回来了，而且还不知道哪里来这么多水，这些泥巴嘞堆又没有地方堆，我挖上去它又流下来，挖上去又流回来。我想了想，决定跟东家说一下，干脆叫2台挖机过来，不然这个挡土墙地基就挖不出来了。东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就听了我的，让我把另外1台挖机也拉过来。嘿嘿，我立马就把我弟弟叫过来，兄弟俩一起砌这个挡土墙。我就在上面把这些石头挖下去，弟弟就在下面把挡土墙地基挖出来，然后把石头填在里面，这样下面那台挖机就不要跑来跑去上来挖材料了。在我们兄弟2个人的配合下，你们看这个速度多快。把挡土墙地基全部填满石头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放水泥砂浆了。因为下面要很多水泥砂浆，所以我一次要东家放了1吨水泥在里面。这个地基必须要把它搞牢固一点，4-5米高的挡土墙，如果地基没有搞好，就容易倒塌的。我们2台挖机就一直挖材料下去，他们下面4个工人就完全没有休息的时间。我跟弟弟呢就好玩得很，在石头上面全部铺了一层水泥砂浆之后，接下来就要开始砌石墙了。首先我把上面的这些大石头全部挖下去，我弟弟那台挖机就在下面配合他们砌挡土墙，我就在上面给他们挖石头下去，搅拌水泥砂浆。就这样2台挖机加4个大爷干了1个星期才把这条挡土墙建好。最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挡土墙，挡土墙是建好了，但是这个淤泥还在鱼塘里面。我就跟东家说，要他把剩下的那一节挡土墙也建起来，不然这个鱼塘还是养不了鱼。东家说叫我放过他，他实在是建不起了，剩下的这些材料他也不用了。就这样2台挖机加起来干了18天的鱼塘，挖了跟没挖一样。陈师傅还来挣了东家2个 W。不过陈师傅挖的鱼塘虽然喂不了鱼，但是养几只鸭还是可以的。挖鱼塘陈师傅是专业的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回见。